3600年前，一座繁华的青铜时代城市被火山灰瞬间封存。它的命运是不是柏拉图笔下那座传说之城的真实写照？1967年，考古学家在爱琴海圣托里尼岛发掘出这座名为阿克罗地里的古城。厚达数10公尺的火山腐蚀与灰烬将整座城市完整封印。城内多层楼房、复杂的排水系统显示其高度的文明水准。它保存之完美，连壁画的鲜艳色彩都依然清晰可见，彷佛时间凝滞。墙上栩栩如生的壁画描绘着航海、动物与神话场景，甚至发现了精密的公共厕所，这是当时其他文明难以想象的设施。但问题来了，为何如此先进的城市却没有留下任何人类遗骸？考古学者推测，居民在灾难前有充裕时间撤离，城里没有发现任何黄金珠宝。柏拉图笔下的亚特兰提斯也是一个拥有先进技术的海洋强权。阿克罗地里坐落于火山岛上，如同亚特兰提斯传说中被海洋环绕。它的灭亡同样与剧烈的自然灾难紧密相关，一次史诗级的火山爆发。当地出土的陶器与工艺品展现出惊人的艺术水准与米诺斯文明的影响。城市核心的建筑群，其宏伟程度足以比拟当时的王宫，强体厚实。柏拉图却明确指出，亚特兰提斯帝国的规模远比单一的阿克罗地里巨大。它是一个横跨大洋的霸主，统治着许多岛屿与广阔大陆。传说中的亚特兰提斯毁于大海，最终沉入深渊，被海浪吞噬。阿克罗地里却是被火山灰掩埋，高高隆起于地面之上，这两者之间存在着难以弥补的巨大落差。那么，这座火山灰下的城市究竟是亚特兰提斯传说的灵感来源，还是只是历史上一个巧合的悲剧？阿克罗地里确实展现了超越时代的文明，它的骤然毁灭也与传说相符。只是，这座深埋地底的城市，地理和时间真的能与柏拉图笔下的亚特兰提斯吻合吗？考古学家挖掘出的多层建筑，每间房都有壁画，描绘着鲜艳的海洋生物与庆典场景。这些壁画的颜料历经3000多年依然保有原始的光泽，色彩显得饱和且鲜明。城市里复杂的排水与排污系统远超同时代其他文明的技术水平。他们甚至利用陶土管道将热水引入公共浴室，享受近似现代的水疗。阿克罗地里人显然掌握了高超的工程与水利知识，这与亚特兰提斯传说中的技术精湛不谋而合。港口遗址证明，这是一个强大的海上贸易中心，船只往来于地中海各处。这份海上霸权足以让人联想到柏拉图口中那个征服四方的海洋帝国。柏拉图明确指出，亚特兰提斯位于赫拉克勒斯之柱，也就是今日的直布罗陀海峡之外。阿克罗地里却坐落于爱琴海中央，距离大西洋有数千公里的遥远距离。圣托里尼火山爆发的规模，估计相当于数百颗原子弹同时引爆的能量。巨大的海啸席卷了整个爱琴海，对沿岸文明造成毁灭性打击。这场灾难的时间点大约在西元前16世纪中期，也就是3600多年前。柏拉图却在对话录中写道，亚特兰提斯的毁灭发生在距他时代9000年前。也就是说，阿克罗地里的毁灭比柏拉图所说的亚特兰提斯晚了整整8000年。这么巨大的时间落差，我们该如何解释？传说中亚特兰提斯拥有广阔平原，饲养数成千上万的动物，物产非常丰饶。但阿克罗地里不过是个火山岛，土地贫瘠，耕地面积非常有限。柏拉图描绘亚特兰提斯有3层同心圆形的运河与陆地环绕着中央岛屿。阿克罗地里的城市规划则完全不同，呈现出不规则的网格状结构。岛屿本身也缺乏任何同心圆的地理特征，与传说中的描述大相径庭。阿克罗地里出土的文物多数是陶器、壁画和日常用品，它们显示了米诺斯文明的强烈影响，而非一个独立的、拥有独特文字的帝国。柏拉图特别提到，亚特兰提斯拥有自己的文字，并将法律刻在神庙柱上。阿克罗地里至今没有发现任何独立的书写系统，只有少数与米诺斯相关的现行文字。但这座城市也没有明显的军事设施，与亚特兰提斯作为好战帝国的形象相悖。如果阿克罗地里真的启发了亚特兰提斯传说，为什么柏拉图会改写它的地理位置、时间，甚至社会结构？这些细节上的巨大差异足以让人怀疑两者间的直接关联。那么，柏
柏拉图笔下的亚特兰提斯，它真正的源头究竟在哪？柏拉图坚持亚特兰提斯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古老帝国，这份自信从何而来？他亲口宣称，这个故事是他的祖先索伦从埃及祭司那里一代代传承下来的古老记载。柏拉图在对话录中详尽描述了亚特兰提斯宏伟的建筑格局、社会阶层、政治体制与毁灭过程。他甚至精确指出，祭司们记录的故事发生在距他时代9000年前，而不是随意编造。索伦造访埃及时，祭司们向他展示了刻印在巨大石碑上的古老文字，诉说这段失落的历史。这些记载详细到连亚特兰提斯创世之初的神奇、立法者，甚至王室代代相传的血统都有明确描述。祭司们强调，他们保存了比希腊更古老、更完整的历史记忆。这么巨量的细节让许多人相信柏拉图并非凭空想象，而是有所依据。柏拉图的描述中，亚特兰提斯的位置在直布罗陀海峡之外，明显与爱琴海的阿克罗地理不符。他还提到，亚特兰提斯拥有广阔的平原与河流，这与任何地中海岛屿的地理特征都截然不同。有学者认为，柏拉图或许融合了多个真实事件，将它们编织成一个宏大的寓言故事。比如，米诺斯文明的兴盛与衰落，以及其与海上霸权的连结，可能提供了部分灵感。迈锡尼文明的强大军事力量以及它最终的崩溃，也与亚特兰提斯的命运有相似之处。这些古老文明的记忆透过口耳相传，可能在柏拉图时代被重新诠释与加工。甚至特洛伊战争中那座被熊熊火焰吞噬的巍峨城池，也可能影响了柏拉图对亚特兰提斯军事征服的描绘。问题是，柏拉图为什么要这么坚持其历史真实性，而不是直接承认这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他多处重申，亚特兰提斯并非神话，而是完全真实的历史记载。另一种观点认为，亚特兰提斯是柏拉图用来阐述其政治哲学的理想国模型。这个故事透过描绘一个因腐败而毁灭的强大帝国，警告雅典城邦勿重蹈覆辙。亚特兰提斯的骄傲与贪婪导致了他的灭亡，这符合柏拉图对理想社会的批判。他可能将当时的政治争议和道德危机投射到这个遥远而古老的传说上。也就是说，这个故事的重点不在于它的真实性，而在于它所传达的深刻寓意。但如果只是预言，为什么柏拉图会这么详尽地提供具体地点、时间与细节？这些精确到令人费解的资讯，远远超出了哲学论述的必要范围。历史与预言的界限在柏拉图笔下变得模糊不清，这让后世学者困惑不已。我们怎么解释这些刻意而为的矛盾？它指向的是一个被篡改的历史，还是一个从未被理解的真相？我们对寻找一个单一、具体亚特兰提斯的执着，是否反而让我们错过了古老神话真正的力量与意义？阿克罗地里那场惊天动地的火山爆发，在当时绝对是史无前例的巨大浩劫。滚烫的火山恢复盖的一切，瞬间凝固了时间，将整座城市变成一座宏伟的墓穴。这场灾难的规模足以在幸存者的记忆中刻下永恒的印记，代代相传。人们会自然而然地夸大细节，增添戏剧性，甚至将其与神奇的旨意连结。历史事件一旦进入口耳相传的领域，它的形状就会开始扭曲扩张。于是，一个真实的悲剧便可能在岁月流转中逐渐演变成超乎想象的传说。柏拉图的描述可能就是这种演化过程的最终产物，而非原始事件的精确记录。但问题来了，如果神话的形貌这么可塑，区分历史残片与虚构预言变成了巨大的挑战。古代文明经常将创世或毁灭的故事与警示的道德教训紧密结合。亚特兰提斯的故事，它可能成为了一个完美的框架，用来探讨帝国的傲慢与衰败。也就是说，它的地理位置或毁灭时间，或许从一开始就不是故事的重点。祭司们向索伦讲述的，可能是一个经过数千年层层叠加、反复润饰的复合故事。这个故事的每个环节都被赋予了更深层次的象徵意义，超越了单纯的历史技术。那些宏伟的同心圆运河，或是黄金与白银的运用，都可以是某种理想社会的符号。甚至其最终的沉默，也可以被解读为一种文明因内在腐败而自我毁灭的警示。我们追寻的可能不是地图上曾有的岛屿，而是人类集体潜意识中对秩序与混乱的永恒辩证。神话的本质从来就不在于字面上的准确，而是它所承载的文化记忆与哲学思考。
它反映了我们对世界起源、人类命运以及社会兴衰的共同想象。那么，当我们努力将亚特兰提斯固定在一个地图上的点时，我们是否错失了它作为一面镜子，映照出人类本质的机会？神话的真正力量是否在于它对未来的启示，而非对过去的记录？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开启小铃铛，让你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历史故事的深度解析。